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台湾小伙子和一位大陆姑娘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两岸婚恋的差异不仅仅是距离上的，更多的是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。阿强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研发主管，家境殷实，年薪100万新台币。在一次商务出差到上海期间，他认识了在咖啡厅打工的大陆姑娘小雨。小雨是安徽农村出来的姑娘，长相甜美，性格温柔，在上海打拼了5年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交往1年后，阿强决定向小雨求婚，并且答应去安徽见他的父母。我妈可厉害了，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哦。小雨半开玩笑地说。阿强笑着回答，放心吧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不就是带些见面礼吗？哎呀妈呀，这话说的，阿强哪里知道自己踩到了什么雷区。在台湾，结婚通常是两家人商量着来，彩礼这个概念并不强烈，带见面礼通常就是一些水果、茶叶、烟酒或者高级补品，表达一下心意就好。而在大陆，尤其是一些传统地区，彩礼可是一门大学问。当阿强听说小雨家那边的习俗是要准备30万彩礼时，他惊得下巴都要掉了。30万人民币？阿强瞪大眼睛问道。对啊，在我们那边这已经算少的了，隔壁李家闺女去年嫁人，要了50万彩礼呢。小雨一脸理所当然，阿强当场呆住了。在台湾，结婚主要讲究的是2个人的感情和未来规划，物质条件固然重要，但不会这么直白的摆在台面上谈，这也太直接了吧。我们台湾不是这样的啊，阿强喃喃道。小雨看着阿强的反应，心里有点忐忑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太俗气了？阿强连忙摇头，不是，就是有点文化冲击。我们台湾虽然也会准备礼金，但通常是在婚礼上长辈给新人的红包，不会事先谈好具体数额，这只是两岸婚恋文化差异的冰山一角。其实台湾经济发达，人均 GDP 比大陆大部分地区都高，但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的刻板印象中，认为台湾很穷。实际上，台湾的科技、医疗、教育等领域都相当发达，生活品质极高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阿强决定尊重小雨家乡的传统，答应了30万彩礼的要求。毕竟他深爱着小雨，不想因为这些问题影响两人的感情。我们台湾男人讲究的是真心实意，不是用钱来衡量感情。但既然这是你们的传统，我尊重。阿强坚定地说。小雨感动得泪流满面，他知道阿强是真心爱他的。终于，见丈母娘的日子到了，阿强和小雨飞到安徽小雨的老家。出乎阿强意料的是，小雨的家乡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落后，而是一个发展的不错的县城，街道整洁，高楼林立。怎么样？没想到我们这里这么现代化吧？小雨得意地说。阿强点点头，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发达多了。小雨的妈妈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，50出头，开了一家小超市，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她做主。一见面，丈母娘就上下打量着阿强。听说你是台湾来的，做什么工作啊？丈母娘直截了当地问。阿强恭敬地回答，阿姨好，我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做研发主管。哦，收入怎么样？台湾那边物价高不高？丈母娘继续问道。阿强被问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在台湾，第一次见面就谈收入是很不礼貌的事情，但他理解这可能是文化差异，便耐心回答，我的收入在台北算中上，足够我们2个人生活得很好。台北物价确实比较高，但生活品质也很好。丈母娘点点头，又问了一堆问题，从阿强的家庭背景到未来规划，事无巨细，阿强都一一作答，态度诚恳。晚饭时，丈母娘突然说，小伙子，你知道我们这边的规矩吧？彩礼30万，还有3金、5金都要准备齐全。阿强点点头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房子呢？你们打算住哪里？丈母娘又问。阿强回答，我在台北有一套公寓，足够我们2个人住了。丈母娘皱了皱眉，那太远了，小雨跟你去了台湾，我们想见面多难啊！你在上海买套房子怎么样？这样小雨工作也方便。这下轮到阿强皱眉了。在台湾，结婚后住哪里通常是由新人自己决定的，父母很少插手。
而且上海的房价那么高，动辄几百万，这不是小数目啊。阿姨，这个我们需要再商量一下。阿强有些为难地说。丈母娘笑了笑，没事，不急，你们年轻人慢慢想。不过结婚这种大事，还是要有个妥当的安排才行。饭后，阿强和小雨回到了预定的酒店。阿强忍不住吐槽：“你妈妈的要求也太多了吧？30万彩礼就已经够多了，现在还要我在上海买房。”小雨叹了口气：“我妈就是这样，她是为我好。在我们这里，姑娘嫁人，家里都希望能风风光光的。”这是面子问题。阿强无奈地说，我理解，但在台湾，我们更注重2个人的感情和未来生活质量，而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。我们台湾也不穷啊，经济挺发达的，但我们不会把金钱看得那么重要。小雨握住阿强的手，我知道，我也不在乎这些，但我妈那一辈人的观念不一样，他们经历过艰难的岁月，所以特别看重物质保障。阿强点点头，他能理解这种代际差异。在台湾，老一辈人也有类似的观念，只是表现得没那么直接罢了。不管怎样，我爱你，我会尽力满足你家人的要求。阿强坚定地说。小雨感动得泪眼婆娑，我也爱你，我会和我妈好好谈谈的。第二天，小雨单独和妈妈进行了长谈，她告诉妈妈，阿强是真心爱她的。台湾那边的生活条件其实很好，不亚于上海，而且阿强的工作稳定，未来发展前景广阔。妈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特别好，比我们这边还完善，而且那边的食品安全标准很高，环境也好，是个适合生活的地方。小雨耐心地解释。丈母娘半信半疑，真的假的？我听说台湾很多地方还很落后呢。小雨笑着摇头，妈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现在的台湾经济发达，科技先进，生活水平很高。阿强的公司是做芯片研发的，技术含量可高了。丈母娘陷入了沉思，她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在乎彩礼和房子，她只是担心女儿远嫁台湾后会吃苦。那她对你好吗？脾气怎么样？丈母娘关切地问。小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她特别好，从来不对我发脾气，很体贴。在台湾，男人普遍都比较尊重女性，家务活也会一起分担，不像我们这边的有些男人，结婚后把老婆当保姆使唤。丈母娘听了，脸上的表情逐渐缓和，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嫁给小雨父亲的情景，那时候也没什么彩礼，只是2个人相互扶持，共同打拼。如今女儿有了好归宿，或许自己不该太过苛刻。那她的家人知道你是大陆人吗？他们会接受你吗？丈母娘又提出了新的担忧。小雨点点头，知道啊，我们视频聊过几次，她妈妈人很好，还会说一点普通话呢。她说很期待我去台湾，要带我去夜市吃小吃。哦，台湾也有夜市啊？丈母娘有些好奇。当然啦，台湾的夜市可有名了，各种美食应有尽有，比我们这里的夜市还热闹呢。小雨兴奋地说，而且台湾的小吃文化特别丰富，卤肉饭、牛肉面、珍珠奶茶，样样都是宝藏。说到吃的，丈母娘明显来了兴趣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台湾那边条件艰苦呢。妈，您这观念的更新啦。小雨笑道，台湾的生活水平可高了，人家是发达地区，医疗、教育都一流。阿强说他们那边的全民健保特别好，看病很方便又不贵。丈母娘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与此同时，阿强也在和小雨的父亲聊天。小雨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不像丈母娘那样精明算计，他更关心的是女儿的幸福。小伙子，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家小雨的吗？岳父直截了当地问。阿强认真地回答，叔叔，我非常爱小雨，愿意用一生去呵护她，疼爱她。岳父抽了口烟，慢悠悠地说，我们家小雨从小就懂事，读书也用功，就是命苦，大学没考上，只能出来打工。你是高材生，家里条件又好，真的不会嫌弃他吗？阿强摇摇头，叔叔，在台湾我们不会这么看问题，我欣赏的是小雨的人品和性格，他勤劳、善良、上进，这比学历重要多了。其实，在台湾，很多人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片天地的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靠家庭背景。岳父点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其实彩礼的事情是他妈非要坚持的，
我倒是无所谓，只要你们小两口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。阿强心里一暖，看来岳父是个明事理的人。叔叔，其实我想请您和阿姨去台湾住一段时间，亲眼看看我们那边的生活环境，这样您们也能放心。阿强真诚地提议。岳父眼睛一亮，真的可以吗？那感情好啊。我还没出过远门呢。就这样，通过坦诚的交流，阿强逐渐赢得了小雨父母的好感。当天晚上，丈母娘的态度明显软化了许多。阿强啊，我考虑了一下，彩礼的事情可以商量，毕竟你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太过分。丈母娘说道。阿强松了一口气，谢谢阿姨理解。其实，在台湾，我们更注重的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质量，而不是婚前的排场。丈母娘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其实我也是担心小雨远嫁台湾会受委屈。听说以前有些台湾人瞧不起大陆新娘，我怕小雨会被欺负。阿强认真地说，阿姨您多虑了。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早已不同以往，而且我的家人都很开明，他们很期待见到小雨呢。丈母娘脸上的担忧减少了许多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？在台湾还是在这边？阿强和小雨对视一眼。小雨回答，我们想在两边都办，先在家乡办一场，让亲戚朋友都能参加，然后再去台湾办一场，也让阿强的亲朋好友能见证我们的幸福。丈母娘满意的点点头，这主意不错，两边都热热闹闹办一场，皆大欢喜。经过这次见面，阿强对中国大陆的婚恋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。虽然彩礼、买房这些要求一开始让他感到压力，但他也明白这背后是小雨父母对女儿未来的关心和保障。在台湾，结婚更注重仪式感和两个人的感情基础，而在大陆，尤其是一些传统地区，物质基础被视为婚姻稳定的重要保障。这并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婚姻理解的差异。回到酒店后，阿强和小雨都松了一口气。看来你妈妈终于接受我了，阿强笑着说。小雨靠在他肩上，我就知道她会喜欢你的。其实我妈就是嘴硬心软，她也希望我嫁给一个真心爱我的人。说实话，一开始听到30万彩礼的时候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阿强坦言，在台湾，我们很少直接谈钱的事情，尤其是在感情方面。小雨理解的点点头，我知道，文化差异吗？其实我也不在乎这些，但在我们老家，这是传统，不这样做会被人说闲话的。阿强若有所思，我现在明白了。其实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。没错，小雨开心地说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，愿意为对方付出，其他都是小事。阿强握住小雨的手，既然这样，我决定尊重你们的传统，彩礼我会准备的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小雨好奇地问。这笔钱必须用在我们的未来上，比如办婚礼或者装修新家，而不是单纯的给了就算了。阿强认真地说。小雨眼睛一亮，这个提议太棒了，我妈肯定会同意的。她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那么多钱，她只是想确保我嫁得好。就这样，阿强和小雨成功跨越了第一道文化鸿沟。接下来，他们开始筹备婚礼的事宜。婚礼前的准备工作让两人忙得不可开交。在大陆这边，要准备的东西特别多，婚纱照、结婚证、新房装修、婚宴酒席等等。而在台湾那边，虽然程序相对简单，但也有许多传统习俗需要遵循。台湾的婚礼和大陆的有什么不同？小雨好奇地问。阿强解释道，台湾的婚礼通常会先举行文定仪式，就是订婚。新郎会带着聘礼去女方家，双方父母见面，确定婚约。然后是结婚当天的迎娶，新郎带着亲友去女方家接新娘，再回男方家拜堂成亲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在教堂或者酒店举行西式婚礼，但传统环节还是会保留的。听起来和我们这边差不多嘛？小雨惊讶地说，是啊，两岸的婚礼习俗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不过台湾的婚宴通常会分午宴和晚宴，菜色也有讲究，必须有鸡有鱼，象征起家和年年有余。阿强补充道。随着婚期临近，阿强的父母也飞到了安徽，和小雨的父母见面。让阿强惊喜的是，两家人一见如故，很快就打成一片。
阿强的妈妈是个温婉的台湾女性，做事讲究却不失亲和力。她带来了精心准备的台湾特产冻顶乌龙茶、凤梨酥、牛轧糖，还有小雨丈母娘最爱的珍珠奶茶粉，这就是正宗的台湾奶茶啊！闺女常跟我提起，说比我们这边的好喝多了。丈母娘喜出望外，阿强妈妈笑着说：“是啊，这可是我们台湾的招牌饮品，改天我教你怎么做，很简单的。”两位妈妈一边品茶一边聊天，从家常菜的做法聊到了两岸的风土人情，气氛融洽的让阿强和小雨都感到意外。你看，我就说不用那么担心吧。小雨悄悄对阿强说，阿强点点头，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就在婚礼前1周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小雨的丈母娘突然把阿强和小雨叫到家里，神秘地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孩子们，我和你爸商量好了，彩礼的事情。丈母娘顿了顿，我们决定取消了。啊！阿强和小雨都惊呆了。丈母娘笑着解释，这段时间接触下来，我看阿强是个靠谱的好孩子，真心待我们家小雨。再说了，和阿强妈妈聊了这么多，我也了解到台湾那边的情况了。你们小两口要在两边都办婚礼，已经是不小的开销了。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再增加你们的负担。阿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小雨则喜极而泣，扑进妈妈怀里。妈，你太好了！丈母娘摸着女儿的头，眼里含着泪水。傻孩子，妈妈要的从来不是钱，而是你的幸福啊！阿强深深鞠了一躬，谢谢阿姨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雨，让她幸福一辈子。丈母娘满意的点点头，我相信你。不过啊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。阿强和小雨紧张地看着他，你们每年至少要回来住1个月，让我和你爸也能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。丈母娘笑着说，这个没问题。阿强爽快地答应了。其实我已经和公司申请了远程办公的权限，我们可以每年在大陆住2-3个月，然后再回台湾住一段时间，两边都不耽误。丈母娘眼前一亮，这么好，现在的工作这么自由啊！阿强点点头，科技行业就是这点好，只要有电脑和网络，在哪里工作都一样，而且台湾到大陆的航班很多，来回也方便。那太好了，丈母娘高兴地说，对了，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。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包，交给小雨，这是我和你爸这些年的积蓄，30万。本来是想收彩礼的，现在既然不收了，就当是我们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吧。你们可以用这笔钱在台北买家具，或者攒着将来生孩子用。小雨感动得泪如雨下。妈，丈母娘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女儿嫁人，总要有点嫁妆啊。这钱是我和你爸的一片心意，你们可不能嫌少。阿强连忙说，阿姨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们其实不缺钱。丈母娘打断了他，这可由不得你们。在我们安徽，女儿出嫁，父母怎么能不给嫁妆呢？这是规矩。看着丈母娘坚决的样子，阿强和小雨只好收下了这份厚礼。妈，我本来还以为你会讨厌阿强呢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他。小雨忍不住说。丈母娘笑了，一开始我确实有些担心，怕他看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，但相处下来，我发现阿强是个实在人，没什么架子，对你又好。再说了，这几天和他父母接触，我发现台湾人和我们其实没什么不同，都是讲究孝道、重视家庭的中国人啊。阿强感慨道，是啊，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。这段经历让阿强对中国大陆的婚恋观念有了新的认识。他发现，表面上看，大陆一些地区的彩礼、嫁妆等物质要求似乎很功利，但背后其实是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的一种保障和期许。而台湾虽然不太强调这些物质条件，但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大陆。婚礼当天，阿强和小雨在安徽老家举行了一场热闹非凡的中式婚礼。按照当地传统，新娘子穿着大红嫁衣，阿强则穿上了特意定制的中式礼服。哇，新郎官好帅啊！村里的大妈们围着阿强打量，台湾女婿就是不一样，有气质。阿强腼腆地笑了笑，迎亲队伍浩浩荡荡，鞭炮声、锣鼓声不绝于耳。阿强按照传统，需要闯几道关卡才能见到新娘。小雨的闺蜜们设计了各种刁难的问题和游戏，阿强都一一过关，赢得了阵阵喝彩。台湾女婿真有才，大家纷纷称赞。终于见到了盖着红盖头的小雨，阿强心里充满了幸福感。
按照习俗，他掀开了新娘的盖头，两人相视而笑。婚宴上，两岸的饮食文化完美融合，既有安徽传统的菜肴，也有阿强带来的台湾特色小吃，宾客们吃得津津有味，都说这是村里办过的最特别的婚礼。酒过三巡，阿强起身敬酒，他用不太流利但诚意满满的安徽方言说道：“感谢各位乡亲们来参加我和小雨的婚礼，虽然我是台湾人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也是这个村子的一份子了。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望大家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”满堂喝彩，掌声雷动。1个月后，阿强和小雨又在台北举办了一场婚礼。小雨的父母第一次来到台湾，对这座城市的繁华和秩序竟然感到惊讶。台北真漂亮啊，比上海还干净。丈母娘由衷的赞叹。台湾的婚礼更加西式化，但也保留了一些中式元素。小雨穿着洁白的婚纱，阿强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两人在亲友的祝福中交换了戒指。阿强的父母为小雨准备了一套台湾传统的金饰作为见面礼，金项链、金手镯、金戒指，样样俱全。这是我们台湾的传统，叫三金，象征着对新娘的重视和祝福。阿强妈妈解释道。丈母娘惊讶地说：“我们那边也有三金的说法，看来两岸的习俗真的很像啊。”婚礼结束后，阿强带着小雨和岳父岳母游览了台北的各个景点，故宫博物院、台北101、九份老街。小雨的父母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，甚至开始考虑退休后来台湾住一段时间。以前总觉得台湾遥不可及，现在看来这里和我们也没什么不同吗？岳父感慨道。就是这里的人特别有礼貌，到哪儿都说谢谢。阿强笑着说，台湾的人情味很浓厚，和大陆一样，都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小雨的父母在台湾住了1个月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临走前，丈母娘拉着阿强的手说：“孩子，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。”阿强郑重地点头：“阿姨放心，我会用一生去爱护小雨，婚后的生活平稳而幸福。”阿强和小雨在台北安了家，每年都会回安徽老家住上一段时间。2年后，他们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取名两岸，象征着两岸的血脉相连，生生不息。两岸出生后，阿强和小雨的父母轮流来台北帮忙照顾孩子，两家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回想起当初见丈母娘时的忐忑和对彩礼的担忧，阿强不禁感慨万分，原来所有的误解和隔阂都源于对彼此文化的不了解，而当真正敞开心扉，相互尊重和包容时，两岸的差异非但不是障碍，反而成为了两个家庭互相学习、共同成长的机会。这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，不仅仅是阿强和小雨2个人的幸福，更是2个家庭、2种文化的美丽交融。大家听了这个故事，有没有感触呢？其实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我们都怀着同样的期许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找到真爱，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。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转发。下期我们继续讲述更多精彩的婚恋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